抛弃是一个很严重的词，没有哪个人想被抛弃，但是对被抛弃的普遍恐惧是可以被有资质的治疗师发现和解决的。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说说一些可以让自己发现自己害怕被抛弃的方法。害怕被抛弃的恐惧是如何形成的？审视那些害怕被抛弃的人的童年，会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突出，那就是失去。这种失去可能会以多种形式出现，失去一个亲密的朋友，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，或离婚，都会导致害怕被抛弃。一项发表在《异常儿童心理学杂志》上的关于离婚影响的研究，以及另一项发表在《青年与青春期杂志》上的关于单亲影响的独立研究中，有个共同的发现是，每个事件对依恋都会产生影响，而且这两件事都是抑郁症的起源。其他因素也会有影响，比如经常被嘲笑，或者缺乏身体上的关爱。小孩子都需要很多的爱和关心，但有时做父母的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在孩子身边言行举止的长期影响。然而孩子并不会看着父母说，嘿，我害怕被遗弃。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已经被抛弃了呢？看看自己的依恋模式，这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，但从童年到成年都可能存在。这是害怕被抛弃的一个明显迹象。不管眼下处于人生哪个阶段，被抛弃的问题和对被抛弃的恐惧都是一种焦虑。害怕被抛弃的人通常会表现出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类型的典型迹象。按照心理学家弗朗西斯·史蒂文斯博士的说法，不同依恋类型的人处理情绪的方式也不同。焦虑型依恋类型的人很难控制自己对情绪的反应，回避型依恋类型的人很难识别到情绪。如果是焦虑型依恋，可能会讨厌独处，自我价值感可能很差，可能会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人际关系面临的潜在威胁，可能不可避免地感觉自己的伴侣或亲密的朋友会离开自己。在恋情中，可能会不断需要证实或保证，时不时地寻求安慰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但不断需要安慰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。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对被抛弃的恐惧。肢体接触，如果只是因为伴侣在过去的5分钟里没有牵你的手，拥抱你或亲吻你，就觉得你们的恋情出了问题，那你可能患有焦虑型依恋。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？缺乏身体上的爱会导致童年时期对被抛弃的恐惧。看看孩子的成长方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心理学家科里·弗洛伊德的一项关于情感剥夺的研究发现，被剥夺情感会在很多方面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，即一般的健康、幸福、社会支持。最重要的是，对于一些被遗弃的人来说，影响到的是恋情满足感和依恋安全感。我们总是试图填补我们自己发现的空白，我们需要安慰的话和身体上的爱抚，因为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从未有过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我们在眼下如此亲近的人身上寻找这些东西。那么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在你的童年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可能会让你害怕被遗弃？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否让你认为这种恐惧正在影响你最亲密的关系？害怕被抛弃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未来？在余生中，害怕被抛弃并不能定义一个人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，这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你粘人或需要帮助，这也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令人沮丧，可能会觉得总少了点什么，没得到足够的关爱和关注，朋友不关心自己，家人并不以自己为荣。这些想法会产生怨恨，害怕被抛弃会导致你们疏远，避免建立亲密关系。根据沟通专家克雷格、法拉和梅根·迪勒的研究，那些有抛弃倾向的依恋类型的人经常会引发冲突，导致他们的恐惧成为现实，可能会很孤独，但希望尚存。如果有资质的治疗师可以识别出对遗弃的恐惧，他们可以提供工具，会帮助你克服恐惧，
引导你到达一个让你的人际关系感觉更完整的水平。除了专业的心理治疗之外，伴侣应该是一个能理解你的人，试着和他们谈谈自己的恐惧，以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感受当下。如果你是一个害怕被抛弃的人的伴侣或朋友，可以用你的语言来安慰伴侣。根据2009年发表在《社会和个人关系杂志》上的一项研究，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夫妻往往沟通更差。所以，如果你或你的伴侣害怕被抛弃，沟通应该是一个主要的焦点，目标是让彼此感到安全。我们都只是普通人，可能会分心或忙碌，无法24小时都关注伴侣。所以，只要有机会，就抱抱他们，说你爱他们，或者给他们发个短信说你在想他们，不管他们是否害怕被抛弃。这样做都不会有什么坏处，只要记住，一个害怕被抛弃的人可能只是需要更多的关注，试着熟悉焦虑型和回避型的依恋类型，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，从而避免冲突。那么，你或你爱的人有没有害怕被抛弃？欢迎在下面分享一些对你有帮助的建议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或有趣，记得留言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内容。感谢观看。